你是怎么每天都这么开心？还行吧，反正。跳广场舞吗？我可以跳。啊，我可以跳。他们跳得很好的。已经混进去了。走吧，我等老了，我也去跳广场舞。倪老师很天真的，哎，倪老师状态也好，但像小女孩似的。我之前还有跟他们下棋，然后跟他们什么？你会下棋啊？会，我不会，我脑子不够用，我只会下五子棋，还下不好。五子棋我也厉害。然后我跟王心月下的时候，我让了他一步，结果最后他赢了，我就很气。哦，是吗？他怎么好意思赢呢？怎么好意思赢？一点都没有男子汉气概。吃饭的地方到了，哇，那么亮啊！你随便问。也没给你倒水啊？来，我一口。要喝我的。来，走一个。谢谢谢谢。嚯，这一大口，应该是凉拌菜。哈茨，你杀青有何感想？我就是现在还没有缓过来，我觉得就是我习惯在剧组工作这种感觉，然后我一旦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会有一种不真实感。我也觉得有不真实感。哦，那你这么多年，你拍了几年戏啦？拍了4年吧。你只拍了4年戏啊？4年了，果然前途漫漫呀。那你这4年有没有拍到自己比较就是过得开心的或者特别喜欢的戏？开心倒是每个剧组都是开心的，然后人生角色的话可能是之前播的云之羽的那个，哇哦，当然属于现象级，都在看，就是有的一些机会啊，肯定都是因为他才有的，就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哦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我在拍那个是云之羽的戏的时候，就是我感觉就是大家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就是都想做好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就是都会有回馈。就一遍遍就觉得他给你机会的时候，你能更好。对，就是那种满满的自信。大家就是那种在互相比拼，就想说我一定要做最好的、更好的那种感觉，真是一种良性循环。对，这个也是一种成长的。要涨粉是那个时候涨的。就也是一步步来。比如说最开始我有一个戏叫《连个谣》，那个契机就是让一些人喜欢看到了，然后包括后来什么灵犀，就是一个高中生啊演那种，就反正一步步也是一点点。你看你起点那么高，我原来当过就是前台，当过客房服务员，当过餐厅服务员。那些经历你觉得？也蛮开心的，就是人在那个时段的时候特别开心。在我年轻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根本就，哎呀，浪费了很多的机会，也不是特别的努力，一心忙事业，我就瞎玩儿。但是我也玩到了嘛。哎，你现在演感情戏会有陌生感吗？比较陌生感。可能你知道什么情感经历比较少吧？不会，我以前会，因为我第一次拍戏，类似是我就是 first kiss。我当时谁啊？就是你第一次拍那个猫的树的戏的时候。那是几岁啊？21岁的样子啊！因为角色他这个姐姐的类型，她需要说更主动、更奔放一些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可能因为我自己的害怕或者害羞去影响到了，但其实角色他的感情是很深刻的，所以我现在能理解很多感情的东西。
但是你还是很害羞。我不害羞，你哪里觉得我害羞了？你不害羞，我就看到很多次啊。哪里害羞了？那个跟你演一对的男演员，在说开了之后还这么看着你，然后你特别不害羞。我哪有？你按下去，你不要不承认。就是你跳出角色之后，你就会害羞。你都演的时候肯定不会，我演的时候我什么都敢做。你们都这么好奇啊？好吗？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？就小时候会觉得，就是会觉得自己会想遇到什么人，然后怎么样的。然后后来发现根本，并不会是固定的喜欢那个类型。对的。他就是有时候在某个阶段，我觉得是这个人，他不管是靠近你，还是说你了解他之后，你觉得你看到了一个独特的样子，是你之前没有或者你向往的。就人总是会，不管是喜欢一个人还是怎么，其实更多自私的是在喜欢自己当时的状态。我好想去有一个戏能让我去能拍一些就是比较人性复杂的那种角色。那你会压力很大。会，但是因为你人性太不复杂了。你学哼什么呀？我在努力变得复杂。这个不需要学了，好吧？这是什么经典的语录？但是现在也会有一些担心自己接不住一些就是随之而来的一些机会，因为我觉得机会都很难得。就虽然我可能之前就是拍的开心就好，然后但是现在就会有很多附加的一些责任在戏份上面，比如说之前可能不管是辅助性的，还是说你演好自己，然后让你的自己的角色立住，给这个戏添彩就行了。现在会有一些不得不的，就是接下来的戏可能你万一比如说没拍好，或者说怎么样，它影响的是太多东西了。那倒是你想多了。千万不要想多多，因为人家用你肯定就已经知道你的戏是在这个，不会说再往下了，只会往上，那只会加分嘛。你不要对自己期望过高。我说的期望过高，就是说我这个人演得好不好，完全决定了这部戏好不好看，将来卖的好不好，收视率好不好。那你的压力太大了，这个不是任何一个人说了算的。所以你既然拍了，你肯定要相信这个团队，你所有付出的时间一定是有意义的，是当下你没有发现。过来人啊，对，这种。但你过后，随着你年纪增长，或者说你再回过头的时候，好像是我在那部戏里边。对，是当下没有，但是他过一段时间就会还给你。就是你现在这种个性和本性的话，你就不会，我上次就说你了，你就不会就走得很偏的，肯定的，只会越来越好。因为你的本性决定了你的每一个决定和每说的一句话，和你顾及的所有人身边的想法，我要照顾你什么，我要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什么的，各个方方面面，它其实是拧在一起的。可能你自不觉着，但你慢慢你就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所以暂时有一点小的搓毛边啊，麻绳都有毛边了，你用光一照，哇，全是毛边，那咋办？那就不是绳儿了，那也是绳儿。然后你要全注意毛边，你回头就散了。不太重要，但也不要希望自己太累，就一直往上走就好了，慢慢的，就可以了嘛。那还想怎样？人生在世嘛，也就几十年。因为我们妮姐就是非常可爱嘛，就是她完全像我们同龄人的存在，像个小女生一样，然后跟我们逗着乐的那种。没了，最后一个。然后也愿意，比如说很敏感的会发现我们身上有什么问题，就是会出现一些精神，就是情绪上的问题啊，或怎么样啊，然后来给你很多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帮助，然后包括聊聊他作为走过来的人是怎么样的，或者说觉得我现在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点，他都会很清晰的，又像个长辈一样来跟你
沟通。私底下的话，首先他有时候反而我们更像娘，他更像个女儿一样，就是经常就开一些玩笑，然后逗我们。所以我觉得身边有他这样的人是很幸福的。